罗曼任务或将揭开宇宙的黑暗面。是的，没错。NASA 即将发射的罗曼空间望远镜，它可不仅仅是拍拍星星那么简单，它肩负着一个史诗级的任务，揭开宇宙最神秘的黑暗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看到的宇宙那些闪闪发光的恒星、星系，其实只占了宇宙总质量和能量的不到5%，剩下的95%去哪儿了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暗物质和暗能量。它们就像宇宙中的隐形巨人，操控着星系的运动，甚至决定着宇宙的命运。但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。它们不发光，不反射光，几乎不与任何物质互动，简直是宇宙级的社恐。罗曼空间望远镜，全称南希·格蕾斯罗曼空间望远镜。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 NASA 的第一位女性首席天文学家南希·格蕾斯·罗曼。她被誉为哈勃之母，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成功发射和运行做出了卓越贡献。所以，罗曼望远镜不仅继承了哈勃的衣钵，更承载着向这位伟大女性致敬的意义。罗曼望远镜项目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主导，汇集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，主要研制工作由戈达德航天中心负责。它最初被称为广域红外巡天望远镜，简称 FIRST， 在2016年2月17日获得批准进入开发阶段。经过10年的精心设计和建造，目前罗曼望远镜已经完成了主体构造。根据最新进度，它预计于2027年5月前由猎鹰重型火箭发射升空。它的部署地点非常讲究，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。那里是一个引力平衡点，能够让望远镜在相对稳定的轨道上运行，同时避开地球和月球的红外干扰，为它提供一个绝佳的冷环境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已经有了哈勃和韦伯这样强大的太空望远镜，为什么还需要罗曼呢？这就像你已经有了高清相机和超微距镜头，但有时候你还需要一个广角镜头来捕捉更宏大的画面。罗曼望远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超广角视野和红外探测能力。罗曼最引人注目的优势就是它那惊人的视野。它的广域视场相机拥有 2.88 亿像素，能够提供比哈勃望远镜大200倍的观测视场。这意味着在一次观测中，罗曼望远镜能够捕捉到相当于哈勃望远镜200张照片才能覆盖的区域。这种能力对于进行大规模巡天观测、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图至关重要。罗曼望远镜主要在红外波段进行观测，因为宇宙中充满了尘埃和气体，这些物质会阻挡可见光，让我们无法看到遥远的星系。而红外光具有更长的波长，能够穿透这些尘埃，让我们看到被遮蔽的宇宙深处。此外，由于宇宙的膨胀，遥远星系发出的光会发生红移，移动到红外波段。罗曼的红外探测能力结合其超广角视野，将使其成为研究暗物质、暗能量的利器。除了广域视场相机，罗曼还搭载了一个先进的日冕仪，它是首个在太空演示高对比度、自适应光学补偿技术的日冕仪，能够遮挡恒星强光，直接观测到围绕恒星运行的暗弱系外行星。那么罗曼望远镜到底怎么找到这些隐形巨人呢？它靠的是感受。罗曼有一个超广角的红外视野，能在1年半的时间里扫描超过5000平方度的天空，这相当于整个天空中12%的区域。它将捕捉数亿个遥远星系的光芒，利用引力透镜现象来追踪暗物质的分布。宇宙就像一面巨大的哈哈镜，大质量的物体会扭曲周围的时空，让背后的星系看起来变形。罗曼通过测量这些微小的变形，来绘制出宇宙中暗物质的地图。除了暗物质，罗曼还将深入研究暗能量。暗能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它正在加速宇宙的膨胀。就像你吹气球，气球越吹越大，但如果气球自己还在加速膨胀，那背后肯定有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。罗曼将通过测量宇宙不同时期星系退行的速度，来了解暗能量是如何影响宇宙膨胀的。这就像给宇宙做了一个膨胀史的体检。罗曼望远镜的观测数据量将是前所未有的巨大。据科学家估计，如果要把罗曼一次观测到的数据以全分辨率显示出来，需要一整面墙的 4K 电视。
而整个高纬度广域巡天的数据则需要50万台 4K 电视才能显示，足以覆盖200个足球场。罗曼的另一个杀手锏是重子声学震荡，简称 BAO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大爆炸后留下的声波化石。在早期宇宙中，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声波在宇宙中留下了印记，导致星系在特定尺度上更容易聚集。罗曼将通过测量这些星系分布的印记作为标准尺，来精确测量宇宙的膨胀历史。这就像通过分析古代的回声来还原宇宙早期的声音。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，更是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和最终命运。我们身处这个宇宙之中，了解它的运行规律，就是了解我们自己。罗曼空间望远镜不仅是一把钥匙，它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启。它将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宇宙物质分布图，这无疑将是人类探索宇宙征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罗曼的强大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。哈勃望远镜虽然已经在轨工作了30多年，为我们带来了无数震撼的图像，但它的市场非常狭窄，适合定点打击研究特定天体。而罗曼则是地毯式搜索，它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哈勃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巡天任务。韦伯望远镜虽然市场也比哈勃大一些，且红外性能极强，但它更侧重于观测极其微弱的早期星系细节。罗曼则填补了大面积巡天的空白，这三者相辅相成。哈勃看可见光，韦伯看深度红外细节，罗曼看广度宇宙结构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宇宙图景。在研发过程中，工程师们面临了巨大的挑战，比如 2.88 亿像素的探测器阵列需要在极低温下保持极高的稳定性，任何微小的震动都会导致图像模糊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，NASA 采用了最先进的隔震技术和热控制系统。同时，罗曼的数据传输也是一个大问题。由于数据量极其庞大，它需要高带宽的深空通信链路，每天传输的数据量将超过 1.4TB。为了处理这些数据，科学家们正在开发全新的 AI 算法，用于自动识别和分类数亿个星系。罗曼望远镜的发射也将采用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，这是一款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强的现役运载火箭之一，能够将罗曼平稳地送入 L2 点轨道。一旦部署成功，罗曼将开始它为期5年的主任务期。科学家们预测，罗曼可能会发现数千颗新的系外行星，并识别出数万个超新星爆发事件。这些数据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演化的认知。总结一下，罗曼望远镜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太空观测项目之一。它由 NASA 主导，南希·格雷斯·罗曼命名，预计2027年5月前发射，部署在 L2 点。它拥有比哈勃大200倍的视野，将通过引力透镜、超新星观测和重子声学震荡3种主要手段，对暗物质和暗能量发起总攻。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，更是人类好奇心的胜利。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那个终极答案：宇宙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？它又将走向何方？